香菱别害怕，没关系，香菱会忍耐。屠苏哥哥都说不用害怕的，我已经没那么慌了。你们看，又是那个姑娘。跟上！奶奶的，这厮又搞什么鬼？夫君，我跳得好吗？训方的舞哪里会有不好？夫君最会安慰人了，比起姐姐来，训方可一点都不会跳舞。不过，我爱听。情之所钟，看来自然千好万好，全是肺腑之言，何来安慰？夫君不但琴弹得好，说话也特别动听。对了，不是说今天要弹一首曲子给我听吗？训方都等半天了呢。这就来了，请夫人指教。这个曲子，这个曲子，苏苏，你怎么了？夫君，这是什么曲子啊？真好听，看
这首曲子于我而言有特别之意，一时却也无法说清。特别之曲，夫君愿意弹给我听，我很开心。你总是有许多的心事，有时候训方不知道要怎样才能令你真正快活起来。训方，夫君从前所经历种种，训方来不及也不可能同你一起。可是以后的日子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只希望你不要再想起那些悲伤难过的往事。训方何出此言？与你一同生活，已是我最快乐的事情。那么，夫君，请你记得，只要你还喜欢训方，只要训方人活在世上一日，始终都会伴你左右，绝不离开。什么活不活？不许讲这种话。蓬莱人的寿命远多于常人，你一定能活得长长久久，而且我也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令你如此不安，是我的错。作为赔罪，不如我们离开蓬莱一阵子，去外面走走。你不是很爱听那些名山大川的传奇故事吗？赔什么罪啊？夫君别这么讲。我以前是很爱偷偷跑到蓬莱国外面去玩，可那时候还没有遇到夫君呢。如今同你在一起了，哪怕天天看着同样风景，也不会觉得无趣。想听故事吗？夫君讲给我听不就好了？你见多识广，博学多才，训方最喜欢听你讲那些逸闻趣事。既然训方这么爱听，我就给你讲一辈子，每天都换一个新奇的故事。好啊，好啊。不过啊，说到底，故事都是别人的，日子却是我同夫君在过。我就想和你待在这儿，是家的感觉，很温暖，也很安心。我知道，夫君一定也是这么想的。训方，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这两个人感情真好呀。恩爱缱绻，确实叫人艳羡。这也是幻境？不是说有人捣鬼吗？要我们看这些又能怎样？消失了，果然全是幻影。到底什么人耍着我们好玩？就怕像上回自贤山庄那样，引人看到幻象，接下来就要害人。香菱觉得不是那样的，没有坏人的感觉。
小妹妹讲得对。依我看，我们不过是跌入了一个意念幻城。意念幻城，这是何地？听都没听过，地名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这名儿嘛，仅是个说法，没特别指某处。那尹大哥快讲讲，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呀？妹子可晓得世上的东西多少都有些灵性。别瞧着只是一棵树、一根草、一块石头，说不准哪一天啊，也能得道飞升来。和那个城又有什么关系？你不会想说，我们看到的全是这些石头什么的记忆吧？聪明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人能记事儿，草木石头怎么就不行了？这儿雷电大作，力量动荡，肯定大得很。说不准破烂石头啥时候一被引出灵力，就会把他们以前见着的翻来覆去，重现再重现。怪不得每回看见幻境和幻境不见时，雷都响得特别厉害。不是吧？等等，照这么讲，旁边的石头不就在盯着我们瞧？妈呀，想想都毛骨悚然。奶奶个熊，太玄乎了，老子头一回听到。你这酒鬼的话不可信，不可信！猴儿莫慌，我倒觉得尹公子所言颇有道理。既然万物有灵，能够记忆前尘，亦在情理之中。只是我们平日从未细想。至于猴儿担忧的，除非草木成精得了神识，不然再如何引发灵力，也不过无意识之举，不必惊怕。沿途所见残垣断壁，与幻境中景象颇为相似，亦残破，亦完好。幻境或许正属昔日盛景。苏苏是说，这儿从前是个很漂亮的地方喽？由此猜度。好吧，好吧，就算臭酒鬼蒙的有几分理，那幻象并不是谁想害我们。可知道了又怎样？走了那么久，还是没找到离开这儿的法子。要出去嘛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尹大哥，你有办法？办法嘛，谈不上万无一失。去，还没说就以退为进。猴儿勿闹，听尹公子讲完。哼，大伙别都盯着我，这样我心里可毛毛的。我只不过是想，既然这儿是空间缝隙，力量扭曲的厉害，那么别处空间的出口，八成在很不一样的地方喽。天上打雷打那么凶，我们就专冲不怎么打雷的地方去，说不准
能找到个啥？啊，这鬼地方大的吓人，哪能一眼看出什么地方不打雷？还没到那儿，我们早饿死路上了。这个吧，往东面走吧。为什么？凭什么？来时路上用法术算过，去东面有生机之象。生机？我还属鸭嘞。认识这么久，大伙儿也算知根知底了。我说你那些江湖骗术就别拿出来了，行不？现在是讲正经事。非也，非也，再正经不过。此乃无上玄学，奇门遁甲之术。按修生伤度景死经开8门排盘，此去东边是为伤门，主破坏。寻常看来必有血光之灾，不过眼下不正是要找空间破坏之处？置诸死地而后生啊！古人讲的话总有几分道理吗？臭酒鬼，你没事吧？突然讲出一堆头头是道的话，难道从波波舟上掉下来的时候把脑袋砸坏了？猴儿又在招打。哎，老子不懂这些绕来绕去的，要真有办法就赶紧走，不然可得饿死在这里了。我相信尹大哥。还是妹子最贴心。放心，这么多人的小命不拿来玩笑。最好是这样，可得有点良心。几分把握？这不好说呀。不过信我总没错。要走错了，大不了再走回来嘛。你还说不是玩笑？哪有那么多闲工夫跑来跑去？可现在不也没其他法子啊？便去东边。啥？木头脸，你要想清楚啊！走吧。正如尹公子所言，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。香菱跟着屠苏哥哥。去闯一闯就是，我和哥都不怕。你们到时候不要后悔。猴儿乖，别念念叨叨了，都落到这境地，这么多人生死同命，你也不算冤。是。
唉，走着倒没觉得，一坐下歇歇，腿疼得像要断掉，比上回在魁牛宝库看那什么呼呼啦啦舞还糟糕。所以说呀，猴儿该多长些见识，比上一比，有的事可就没什么了。听苏苏讲过，再看这些石墙石柱，这儿以前肯定是个非常好看的地方吧，却变成现在的样子了。要是能在那样的草地上扑蝴蝶、捉小鸟，小林一定很开心。好可惜呀！我猜，那些活尸是以前住这儿的人吧？多半如此。依稀可见，他们着衣装束与幻境中二人颇为相似。那两人感情那么好，现在却也不知道埋骨哪里了。虽说引人唏嘘，但从古至今，世间变幻，不正如此？相传女仙麻姑有云：“已见东海三维桑田。”想来亦非夸大之词。沧海桑田，在无尽的千年万载之下，不过转瞬。人有受限，国有受限，万物皆然。阿弥陀佛，果然是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有件事，我始终觉得奇怪。什么？难不成终于发现了？那臭酒鬼算的出路是在糊弄人？猴儿，讨打去吧。我是指先前幻境之中，听那二人提及蓬莱，不知是否十洲三岛其一的蓬莱之境。若是，此地或许并非空间下隙，而实实在在是一处所谓洞天日月，却不知为何会异变至此。有没有可能，怪物就我们一路上看到的那些，把蓬莱人都害死了，人变活尸，他们也就一起顺理成章盘踞这儿。空间内事物脱序，楼阁故土，四分五裂，日月不见，只闻长空雷鸣。这一切得多大的力量才能办到？那简直已是神魔之威。若此处真有这般怪物，我们恐怕……慢，算我没说。哎，这乱七八糟乌鸦嘴，可千万别灵验。姐姐，我当没听见便是。苏苏，你从刚才就一直不讲话，哪里不舒服吗？难道煞气有？只是在想，那白衣男子所弹琴曲，我曾在梦中听过。咦，苏苏的梦里有什么呢？
兔子哥哥梦到谁？香菱也想听。去，木头脸的梦肯定不好玩，不会全是大大小小的木头吧？大木头、小木头，哦，还有木头飞鸟。那里是处叫做瑶山的地方，有位仙人常在水边抚琴，与适才幻境中的男子一般而雅，不过却并非同一人。还好不是仙女。梦到仙人，想来百里公子颇有仙缘呐。真好。为什么晴雪就从来不做这样的梦？每回躺下就呼呼的睡着了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妹妹那叫心安。人说一夜无梦才是好事啊。哦，这样啊。百里公子，且不说你为何会梦见仙人，或许同猴儿一般，带着些前世记忆。啥？不是这样吧？凭什么我上辈子打打杀杀，他上辈子风雅弹琴？我可没说那仙人便是公子，猴儿急个什么劲儿啊？就算是了又如何？同人不同命，公子与你自是有别。切，有别就有别。反正啊，这辈子我是人，他是木头。要讲的话都被猴儿打断。我本想说，琴曲若是动听，流传千年亦不足为奇。说不定操琴之人多半听过此曲呢。公子有兴趣，下回寻个乐师问问便知。对呀，少公不也会弹琴吗？问他就好了。他那么厉害，什么都懂。说起这个，也不晓得少公现在在做什么，吃饭还是睡觉还是炼丹。果然像他讲的，出海找仙草没那么容易。不过，才不信会倒霉到底。爹早讲过，我有斗战胜佛之相。他什么佛？只要是佛，就不可能随随便便死掉吧？豆子，什么？佛，长得威风吗？像老虎？也不害臊，还斗战胜佛呢。我瞧着，根本是只蹦来跳去的猢狲。喂，休息够了就走吧。尹大哥，你们刚才说要去附近看看，看到什么了吗？往前面探了探，一眼望不到头呢。望不到头，望不到头。那什么东面的生金熟呀，到底在哪里呀？走吧，豆子胜佛。停在这儿的话，可更找不到了。休息一会儿，又有一些气力了。